现在是塔米尔区晚上7点左右，人车鼎沸啊，很多店开始关门了，差不多7点关门。这个是卖珠宝的，哦，还有滑板。Pharmacy， 哇，它 Pharmacy 这样卖，这个门好古老哦。但是上面的房子，哦，上面的房子是这样，上面的房子看起来破破的，但是它有一个很古老的、很漂亮的门，前面还有2只石狮子，哦，所以它里面是一个中庭的，有晚上视野比较差，有时候建筑的细节都看不太到。哦，这个比亚迪哦，比亚迪，年轻人开比亚迪，这个门超赞的，还有它的花窗，没有，看他们也是用铁窗啊，但是他们的 grills， 他们的花窗比台湾漂亮太多了。我觉得尼泊尔、加德满都，我去了加德满都、帕坦，还有巴卡普尔，他们建筑物有个特点，就是说，他们建筑物都很老，然后也很破。那所以建筑物老了破了就要修补嘛，就要修复。然后他们可以分2种态度去面对这件事。第一个就是不修，掰给它烂，要继续用，很破、很旧，但是它维持了就是它历史的原汁原味，就是破而已。那另外一个就是它会修复，可它修复的方式呢？他们会很倾向用，我不能说古法，但是我就直接讲说，他们会很倾向用古法，或者是如果是砖造的房子，就去补砖；木造的房子就去补木头。它不会像台湾说 ，OK， 这边可能有点烂了，这个砖木脱落啦，然后这个木头发霉啦，好，我直接盖一个亚克力板上去，眼不见为净，直接盖上去，直接把它皮拉平，就看不到了，直接把它拉平。我用那种跟周边建筑物非常不搭的材料，新材料啊，或者是那种便宜材料，就把它掩盖过去，用这种方式去 maintain， 哇，这整个街区就烂掉了嘛，整个街区的外观就开始具有特殊的台湾味，很赞很赞，好不好？但是尼泊尔这边呢，啊，这栋建筑物我先在那边讲完，但尼泊尔这边呢，他们要么不修，哦，他们要修就会好好的修。古法的修，对，他们就会用古法修，就沿用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他会去保持这整区风格非常一致。我不会说，那边一块日式风格，这边一块中华民国美学，然后有一块洋风，不会这样。所以这边整个街区哦，在加德满都附近的3大杜巴广场，全部都是世界文化遗产，因为它整个街区都保持了非常一致的风格。仿佛回到了15世纪到17世纪。那现在加德满都是尼泊尔的首都。哇，这3个骷髅头，手上有3个骷髅头，应该是须发。我现在是往比较老的街区走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开始有这些佛塔。直接出现在路中间。我看这么晚了都还有摊贩，这边有很多摊贩，有卖内衣的、卖衣服的、卖蔬菜、卖鞋子。它这边是，我直接用炭火烧 corns， 哇，现烤啊，修安呢。我这边换钱哦，在塔米尔区很多地方都有这种 exchange center， 这边的汇率是137，它比机场的汇率还要好非常多。大前天我在机场的汇率是138，但他每100卢比要跟我收5卢比的手续费，也就是5%手续费，138就变成131了。那这边是137，这边的汇率好很多哦，所以。大家如果第一站你就是来塔米尔区的话，在机场就不用换钱，或是你换一点点就好，可能换100块美金就够你用了。
到塔米尔区之后再跟这些店家换。137现在137比1美金啊，台币自己换算啊。我是掏美金。这边有个圆环哦，中间这是怎样？八角笼是不是？中间有一个八角笼，在里面打拳击。非常混乱啊！但这边印度好了。我现在是靠右，我要去靠左才对。这边有一棵好老的菩提树。人力车 ，Namaste。这是怎样？哦，水晶啊，在洗水晶。猪肉铺，猪肉哇，羊肉铺，你看，羊肉哎，这可以吃哦，直接弄一个羔羊头。他们的门都超级矮的，因为我这几天看尼泊尔的平均身高，我觉得可能没有170公分哦，可能只有165公分。我现在站在这，就只到我身高哦，只到我的这个鼻子这边，这是他们门的高度，很扯。看，那边，这是他们古老建筑门的高度，只到我这里而已，我也不算太高。哇，这个杂货店有没有？好像以前我们台湾早期的杂货店什么都有卖，卖饼干、糖果、各种谷物。这边有一家杂货店。以前我家对面巷子里面，大概走进去50公尺，就有一家杂货店。台湾早期那种杂货店就会卖戳戳乐，还有各种洞，然后戳会中奖，其实就是一种赌博，对小孩就是小孩版的赌博。那抽中一个巧克力啊，或抽中一个口香糖之类的。那我记得还有那种戳会拿到寄居蟹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就有那种乌龟、寄居蟹那种小动物，还有蟋蟀等等的。我也不知道那种东西拿回家要干嘛。但是我们小时候就有那种东西，那现在都没了。那还可以点蜡烛哦，在街边。我都跟人家走反方向，我都不要靠右走。好，前面有一个小姐姐穿的纱丽，纱丽真的算不错看的一种传统服饰。然后看这个小姐姐，她的钱包直接拿在右手，这说明什么？说明这边的治安不错，不会有飞车抢到，不然一个摩托车过去就直接抢了，代表加德满都的治安应该是很好的。好，我超越这个小姐姐了，她长什么样子呢？这是蛮正的，我看不到，你们帮我看。这边有一个巷子，墙要垮了，有没有？这木头的，用3个木头去顶，下面还打了一个铁桩，不然这个墙要倒了。这倒的话，上面这户人家可能就垮了。我刚才去看了一下，我后天是后天吗？不是，大后天要回到加德满都要住的旅馆，它在巷子里面，外观看起来蛮赞的，但我今天就不透露，好不好？我们大后天再一起开箱。好像不是大后天的，是大后天的隔天。那这一区明显比较安静，也没有那么多车。我发觉好像泰米尔区比较高档的饭店、比较好的饭店都藏在里面，它不会是在这个街区的地面。这有可能是以偏概全啊，我看的还不够，但是今天我看到几家比较好的，包括爬探比较好的在里面。电线都爬满藤蔓了，这个要修电线怎么弄啊？电线跟藤蔓
巧妙的融合为一体。他们这种小杂货店的密度就跟我们的 Seven 和全家差不多，大概走个没几步就一家。这个有点像我们西区或者是应该是西区或者是东区巷子里面一些比较老的区域，像师大附近就有一些这种独栋，以前将军住了，有没有？有点像。刚刚外面是商业区，然后走进来就是纯住宅区了。看这些都是一些 apartment 啊。condo 等等的，哇，这边空气真的超差。住宅区哦，也没什么车，可是刚才那区空气超级糟糕，全部都是废气的味道。小黑，你这么黑，那晚上你躲在这里不会被车碾到吗？小黑，这边也是好可爱的小黑狗。哇，这个黑狗晚上躲在没有路灯的小巷子里面，有点危险吧？前面有一个攀岩场，我会看一眼。这边有个攀岩场。Kathmandu Sport Climbing Center。哇，上面有一个人呢。哦，这个是在攀喜马拉雅山的行前训练吧？看到这个我就想到我国中吧，应该是国中还是高中？应该是国中啊，算了，国中、高中都差不多，都离现在很远了。我们学校有攀岩课，他会带我们去，以前还没有那么多攀岩场，他会直接带我们到北投的阳明山的大炮岩上攀岩课，然后就会啊，我也不是什么专家，可能观众都比我还懂，因为我现在也没有在玩攀岩。只是这让我想到小时候的记忆，就是下面要有一个 secure 人，然后上面那个人在攀岩，他下来垂降下来了。然后那时候学校就教我们说，帮人家 secure 的那个人哦，哎不是，就是在攀的那个人或者在垂降的那个人，他要 check 他的 gear 有没有绑对，有没有扣紧，他就会在上面或下面大喊 on brake。然后下面那个 secure 的人就要大喊 brake on， 那两边就是达成默契说 OK， 我的装备已经确定好了，我现在准备要走了，那换你帮我 check 你手上的装备是不是对的，然后回复 brake on 就是我这边也 check，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执行下一个动作。现在如果观众你有在玩攀岩的话，是不是也要喊 on brake 和 brake on？ 有人去告诉我，好不好？那个狗狗在干嘛？它在等老板卖剩的猪肉、鸡肉，应该是鸡肉。这狗狗好可爱哦！狗狗在等鸡肉，老板还帮它剁碎，不然骨头会卡到喉咙。哦，狗狗在吃鸡肉，狗狗在吃鸡肉，好可爱哦！现在是小黄，尼泊尔超多狗。那狗就直接睡在旁边，这边有鱼哎，这个鱼超大只的鱼，不知道什么鱼，超大只。Big monster fish, big fish. I want, but I can't. Big fish in this country. Yeah, I'm a tourist. You are a tourist from which country? Taiwan. Taiwan, oh, nice Taiwan. Place. Yeah. Nice place. So is it fresh from fresh water or? Yeah, it's from fresh water. Yes. Good one. What lake? Which lake? Kuli in Nepali? In Nepal? Yeah. Oh, nice. It's like 40 kilometers. 40 kilometers. Namaste. Namaste. 这个麦克风没有开，我已经讲到快没声音，因为这边噪音实在是太严重了。各种人跟我交谈。这边弄了这个小灯泡，旁边是美式餐厅，这边是它有卖汉堡，也有卖这个帕拉帕涅，这是
尼泊尔或印度的。这边有一个超高大的人。哇，这什么品牌的车我没看过哎。哇，这什么品牌的车？没看过，这什么车？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车吗？叫什么 EV？ 没有排气管电动车 ，Eve Easy。Eve Easy 这个品牌有听过的留言区告诉我好不好？这是什么啊 ？KGH Group 哦，这是比较高档的饭店。Museum of Nepali Art。MoMA， 这是 Mona 不是 MoMA。KGH。Is it a hotel or a museum? Hotel? Yes, Saudi hotel. KGH. Gotcha. Pizzeria Maya? Yeah. Oh, it's a restaurant. Yes. Cool. Namaste. Thank you. 哦，塔塔汽车一个 T 有没有？这边似乎是夜店区哦。我刚才看到好几家 bar， 那边在动词。哦，后面有家 bar， 不进去了。哦，所以住这区的话，这是塔米尔靠西边的塔米尔西侧，我现在在塔米尔的西侧。今天晚上的出发点就是塔米尔的东侧，然后一路向南，走到南端之后呢，再回靠到西侧。我现在在西侧继续往西北侧走。好，西侧有非常多 bar， 这边前面有一家 bar。晚上如果无聊的话，塔米尔的西侧有很多 bar， 走过来就有很多 bar， 你看全部都是 bar， 这边很热闹啊，所以这条街才要用这种小灯泡，他们在会车。哦，可以哦，哇，好臭哦！看它这个精美的排气管啊，废气直接打在我脸上，我们帮忙指挥哦。我操！我直接被废气颜色，真的是太臭了，哦，太臭了！他的鼻子应该是全黑的。我前天在帕坦回我的旅馆之后洗脸，尤其是鼻孔里面全黑的，全部都鼻屎。我靠！这个空气的品质真的是太糟糕了。哇，这一区很热闹哎。所以这个西侧是另外一个闹区了。刚刚西南侧比较冷门一点，比较安静。看这边都是 boutique bar 啊，还有 restaurant。9号塔米尔 Hotel， 一个比较新的风格建筑物。然后那边有另外一家 Hotel Tamil Park。这边有一个好老的红砖门，这区游客又变多了，尤其是老外的游客特别多。哦，这边游客真的变多了，看这些人都是游客，这边都是游客。Next， 哇，这边全部都是 hotel，Avatar 也是 hotel，Avatar 就是化身的意思。阿凡达里面的阿法塔其实就是印度教里面的一个术语。为什么阿法塔是印度教里面的术语呢？因为印度教三大主神湿婆、比湿奴、梵天，他们有很多个化身，他们可以用很多个化世界里面。所以湿婆它有好几种形态嘛，我前面也说过，有邻家的形态，邻家的形态就是一只屌插进女性的阴部的一个意象。然后它除了邻家的形态之外呢，他除了是全宇宙屌最大的男人啊，他可以不是男人，全世界屌最大的有印度教的神是有性别之分的，他是全宇宙屌最大的男人之外呢，他还是全宇宙
跳舞跳最好的男人，堪比亚洲舞王罗志祥。湿婆是全宇宙最会跳舞的人，那他跳什么舞嘞？紫禁之巅。好，紫禁之巅应该就是借用了湿婆的这个毁灭之舞，没有乱胡乱的。那湿婆跳的毁灭之舞，他跳这个舞，世界就毁灭了，有点像是萨诺斯弹指的概念。从那里进去，应该已经到了、啊，这有小巷子啊，是这里吗？就是给他走进来。Hotel Award， 不想讲出来了，这是什么？ Hotel Award。OK cool。对，这是我大后天要住的地方，还不错哎。住在这个，所以我3个点都住了嘛。这个塔米尔是东区，这个中国城啊，东区已经变成中国的形状。Namaste。Excuse me? Kathmandu Grill. I'm gonna stay in this hotel 3 days later, so I'll see you later. 然后这边是西区，比较偏西北了。这边很热闹哎，这边不输东边那边，可是这里我觉得这边比较偏旅游一点。Namaste. Excuse me. The price for selling Nepali No, saree. I'm good. I'm good. You know, like music? I do, but See? This one also. interesting.好，他表演一段，但是没办法摆。唐卡，这全部都是 hotel。这个不管是外面第一排，没有，外面第一排通常是店家，可是我觉得这边卖的东西比较偏观光，比较观光取向一点。那我也不能说东区不观光了，其实也是观光，也是蛮观光的。但是东区我觉得出没的人有很多当地的上班族，但是西区这里嘞，这里很明显就全部都是给欧美观光客买的东西哦 ，T 恤啊，这是登山的装备。它整个店的风格嘞，都比较新颖一点，就是有重新装潢，装的比较明亮。这边里面还有卡拉 OK， 这是什么？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西北这边塔米尔西北区比较多 bar， 比较多咖啡店。然后它的店家也是卖一些比较观光取向的商品。这边是 Museum of Nepali Art， 这边刚才我来过，我是从另外一边，它这可能是贯穿里面整个街区。好，那我现在要慢慢走回我住的东区。我明天一大早要坐飞机，8点55分，前面讲过了，所以我今天要早点睡，我昨天又没睡好。我现在在塔米尔的核心正中间，塔米尔区的正中间，然后从西边往东边走。这是 restaurant 餐厅，有没有很像奇异博士的场景？那奇异博士是在我前天去的帕坦那边取景的，不是在加德满都。这个上面这个百货公司的概念啊，它这个是立体式的商店。这边还有一个保安，中国西藏书店。
是不是越往东走，越多中文字了？我渐渐已经开始看到中文字了。哦，各种这什么铜制品吗？这有一些 bell， 各种神像、象神、弥勒佛、小型的颂钵，各种铜器，各种铜器。印度财神爷啊，然后这个是比斯奴啊，这应该是比斯奴。哦，没有，这是湿婆，这个脖子上缠的眼镜蛇，藏传佛教的转经轮。还有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各类的佛珠，各种神，各种神。哦，这象神很像是我们台湾的有些餐厅啊或店面外面摆一只招财猫，这是他们的财神爷啊。好，所以看，全世界都爱钱，全部都是象神，钱越多越好嘛。赶快按赞、订阅、加分享，还有留言。哦，这个不是做慈善的，今天带大家到这里来，请乐一下好不好？哦，大只1:1的狮子啊，这应该1:1吧？这个也是1:1的什么美洲狮吗？阿弥陀佛！看我这么近。我就继续 follow 这个灯泡走，可以走回东区了。我来逛一间他们的这个登山用品 ，Namaste。No video. No video. Okay. What do you want? I just look around. No video. What does that mean? 应该是卖盗版的。哇，现在晚上8点半，人好多啊！这个人力车卡了一个上面这个不知道什么，一个很赶。丁老师，你可以，我们可以走哈。好，我现在已经回到了塔米尔中段的东区。那这边就算我眼睛闭起来，我都可以做判断，因为走到这些区就是满满的亚洲餐厅，应该说是这里本来就是亚洲中国餐厅，大家可以闻到中国餐厅的味道，它跟刚刚东边酒吧区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他们用的香料，他们用的油，他们的烹煮方式，这边就是闻到满满的中餐会有的油烟味，整个都油烟味，然后卖各种茶。尼泊尔高山茶，我先去看一下什么是尼泊尔高山茶。Hope you don't mind. No problem, no problem. We can make a video, you know. Yeah. Thank you so If much. you like some Nepali mountain tea, we have mountain tea, red tea, Red tea, Kaosan Hong Cha, 高山红茶 from Nepal. Okay. and coffee. Yeah, I'm gonna stay here for another 5 days. So if I'm interested, I'll come back. I just live around here. Thank you so much. 每一家都卖一样的东西，所以他这边的茶，我觉得就是都是从同样几家茶厂批来的货，因为包装都一样，就有点像是我们去超市会看到立顿，会看到那几家。比如说天冷，如果是台湾的话，会看到那几家比较大的茶商做的茶。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这种 hotel 在 Booking.com 上面好像找不太到哦，这是他们中国自己的系统才会搜寻得到的 hotel。我不太确定，因为这边 hotel 实在是太多，塔米尔区大大小小 hotel 可能超过300间。那
今天差不多就到这边。我是 Dr. E， 我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的塔米尔区带大家花了1个小时，走了一遍夜晚的塔米尔区。请大家订阅、分享、追踪我的频道。那我们就 see you on the road。哇，今天4点多就醒了，因为被公鸡叫醒。我在加德满都的塔米尔区，它是加德满都最繁华的区域，可以说是加德满都的信义区。结果早上4点居然有公鸡在叫，我靠！哇，一路叫到天亮。今天呢，又平安度过一天，没有落晒。所以印度不是，看这也是尼泊尔，尼泊尔的食物算是蛮安全的啦。我昨天也吃了一些 street food 都没事，平安度过一天。好，然后我发现我第一天来的时候，我觉得这间浴室很奇怪，这边积水，马桶这边积水，不懂为什么。后来我知道为什么了，它这边左边红色，右边蓝色，所以再来说，转到右边是冷的，转到左边是热的。哦，白了会，而且这间饭店隔音也不是很好。就我这样打开，我觉得怎么那么烫？我就转到蓝色，不对，越来越烫。然后想说 OK， 那它这个是不是反的？然后转到红色，还是很烫。我想说我靠，一般的旅馆都是热水不够热，就它这边是冷水不够冷它全部都热水，而且超烫，完全没办法这样拿着洗，这样洗是不行的，因为太烫了，真烫得很夸张。所以我就想看他怎么办，我要怎么洗澡，因为实在太烫了。男生都知道，因为某种生理因素没办法洗太烫的水。我说干这么烫，我就想到一个方法，我把它挂回去，然后嘞，我退，哦，让这个水喷出来的距离可以被冷却，所以洗澡的时候就变成我要先关掉一下摄影机，这个没办法一镜到底，因为我不想被喷到。好，我就把这个角度调成这样，喷到最远的距离，然后缩在那个角落洗，因为真的太烫了，这个水可能有50度，缩在那个角度洗。然后呢，我瞬间就解开谜团了，为什么这边会积水？因为水会渗出来啊，慢慢渗出来。然后另外可能性是这边也在滴水了，这个东西可能有在漏水。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可能2个双重原因。那边可能也没有封好，还是我 overthinking 了，只有我这样洗，其他人比较硬核直接冲。我靠！这个是今天这家 Dali Hotel 在塔米尔区的 Dali Hotel 一个很奇妙的体验，没有冷水，只有热水，太奇怪了这间 hotel。